是不是发自肺腑的那么开心呐？是。我救不了你们了，给糖葫芦都堵不上你们的嘴。下回得来一碗面茶。开书之前先呼在脸上啊。行了，终于又开书了。这个我这个人呐，我老说自个儿是个废物，为什么呢？就会三样：说书、唱戏、说相声，别的手艺又不灵，也难得您各位这么支持，这么捧，我还得努力啊。这个我其实从小是先学的说书，我7岁开始学说书，9岁说相声，80年代末开始唱戏，唱了5年戏。打那之后啊，又转回头来又说相声，这一晃这么些年，干别的也实在是不成功，也是您各位支持我、鼓励我走到了今天。这个说书呢，其实是分2种，就是在中国啊，咱们这个说书，咱也不知越南说书怎么论啊。说书都说书，哎呀，这个说书的艺术家，那个评书演员。其实所谓的说书是分2种，一种是评书门的，一种是古书门的。评书门的呢，你比如说袁阔成先生，你比如说《聊斋》的刘立福先生，哎，这个是评书门的说书。还有的呢叫古书门的，啊，就是您看是说书的先生，他的名字里边带个田字的，带个连字的，带个什么的，他是唱大鼓带说书。他那个书是一边说一边唱，说一会儿唱一会儿，唱一会儿说一会儿。西河大鼓书、乐亭大鼓书、东北大鼓书，他是这么来的。当然到后期呢，好多古书的演员呢就不唱了，为什么呢？他有时候带个弦儿麻烦，你挣钱还得俩人分。这个不重要啊，不重要啊，就是反正一个人说呢，他踏实。啊，所以说好多古书艺人到最后呢，就把这个鼓都放下了，专门的说书。所以说，判断一个说书先生是评书门的，是古书门的，你就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。那么，你像我其实就属于是古书这一支的。啊，我的评书的老恩师啊，金文生先生，他呢就是连字的。您看是说书的人，哎，名字带个连字的，他们都是一辈儿的。连字往下，我们是增字的，增加的增。所以您看啊，这个说书的啊，搞曲艺的，甭管老头老太太多少岁数，他95，他名字带一个增字的，我们就是一辈儿的，是这么来的。当然有人话说回来，说这个，你看有老太太人90多了，名字带增字，你见面叫大姐吗？哎，我给你们先普及一下这个问题啊！按说这行是有规矩的，啊，你先进门的那个6岁，他先进门，后进门那个35，哎，6岁这就是哥哥，因为江湖嘛，该怎么说怎么说。但是这前提是这师傅给你引进了，啊，你看这个甭管岁数差多少啊，你也必须管他叫什么叫什么。如果有你师傅这句话，必须照这个办。他说因为这个翻脸了，那他是外行，他不是干这个的啊。当然了，这个玩意儿它是活的，你看有的呢，你私下里咱交情那么好，平时街坊邻居住的也不远，虽然说在江湖辈儿上来说咱们是一个字儿的，真见面你好意思吗？所以该怎么叫还是怎么叫啊，它是灵活的。您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相声前辈田立和先生，田先生呢辈儿挺大啊，按相声来说，我得管人家叫师爷。田先生按说比李伯祥先生、魏文亮先生都大一辈儿，但是人家关系好，所以人家拜把兄弟，他们是哥们儿。你看这玩意儿，在人家之间没有差一辈儿一说，这就是活学活用啊！你包括德云社有一个谢金，谢金，你们有什么可乐的？少谢是吧？啊，你少谢人家里辈儿可大了，
啊，他的曾祖父叫谢瑞之，他祖父叫谢叔阳，他父亲是谢天顺。我管他父亲按相声门来说，我得管人叫师爷。但是谢天顺先生呢，跟我岳父又另哥们儿。我媳妇打小管他叫大爷。你说这玩意儿怎么拎？对不对呀？你后来人家老谢先生谢天顺先生带着谢金到德云社来了，啊，我印象很深。头一次来，谢先生就说了：“这是我儿谢金，我让他拜你，来，跪着拜。”我那胡来了，那是对吗？我说您可不能这样，这咱没法拎了。老谢先生说：“那得了，咱们退一步吧，啊，你俩人算把兄弟，打今儿起你是他哥哥，所以这么拎的。”少谢管我叫哥哥，但是这个是家里辈儿啊，他终归在相声界他得有个名分呢。可他这个身份胎里带，打家里出来就是这个辈儿，你说让他拜上小局去，这不像话，是吧？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能因为和岳云鹏红让他拜上小局，这不像话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必须是个文字的，按我们这行来说，那会儿后台有一李文山李先生，啊，我跟李文山先生商量这事儿。李先生是王世臣先生的徒弟，王世臣先生相声巨人，能力最大，去世了啊。让李先生做主代拉师弟，让谢金算王世臣先生徒弟，就解决了他这个文字辈的说法。这东西它是既有规矩，还有使用方法。当然，台下这个少谢人永远就是哥哥怎么着，哥哥怎么着啊。但真写在相声家谱上，规规矩矩的，人家是我师叔，那是两回事啊。其实啊，干我们这行，内行人没有人爱琢磨这个，真的，它不重要。还有一个，你后台都是干这个，你掰扯这个，会有人啐你，真的。你不是你要自媒体，你可以是吧？你现在研究这个哈，发一个写个那可以。人干这行的没有人研究这个呀。你比如说啊，这个末代皇帝溥仪，他有一个妹妹，格格，啊，人家是改姓金了，就是清朝倒了之后，爱新觉罗不都改姓金了吗？人家这奶奶，人家叫金蕊婵，啊，人金老太太嫁给京韵大鼓艺术家白凤鸣先生。人白凤鸣那个演出海报也没写着皇上是我大舅子，你有这么拎的吗？咱得讲理，对不对啊？天津梅花大鼓艺术家花小宝，啊，后来嫁给这个爱新觉罗普佐先生。天津这帮唱大鼓的老太太也没说呀，啊，皇上是我大哥，没有意义。好多年前，北京有一小哥们儿，古曲的票友。20出头就爱这个，也拜师之后问他师傅，你可现在我也有门户了哈，这个跟他们都怎么拎呢？他师傅说了2句话，第一句话就是我跟马三立先生啊，我管他叫三哥。第二句话，我管苏文茂先生，我管他叫大哥。这个苏文茂跟马三立啊，就差着好几辈了。人家老头的意思就是。不用去拎，我管马三爷叫三哥，管苏文茂叫大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徒弟就把头一句话记住了。他20出头啊，我师傅管马三立叫三哥，那就说我跟侯宝林是一辈儿的，真事儿啊。有一年我们在北京广德楼演出，他抱着孩子上后台串门来了，他跟我他是不敢呐，啊，我那会儿也年轻，他一直跟我很客气啊，抱着孩子过来，抱着孩子看见我了，快叫大爷！孩子喊大爷啊，好，一回头他看见我媳妇儿了啊，抱着孩子叫姐姐啊，姐姐，我媳妇儿也对得起他啊，我媳妇儿那脾气你们也知道了哈，一回头告诉他玩去，打那天到现在还没见着他了，也不知上哪儿玩去了啊。说这话什么呢？就是没有意义。说相声就好好说相声，做艺就好好做艺。
就跟你们一块儿说书啊，唱戏呀、说个相声啊，我就很知足，啊，一人1碗饭啊，我这还有3碗饭，行，挺好。兴趣跟工作又是一回事儿，这就是祖师爷的恩典，啊，我很知足，很开心。现在这个孩子也长大了啊，俩儿子还挺省心啊，大的你们也知道哈，郭赘婿。你都看了没有哈？那行，那咱们还可以继续来往。我就担心这个播出平台会不会把这句话剪了？不至于啊，不至于啊。这个电视剧啊、电影啊，也给观众带来快乐，跟评书没有什么区别。郭麒麟现在是真是挺忙，忙着喝酒，我们家这点酒都让他一人喝了。他出去拍戏，他自个儿也说，上横店上哪儿，这帮老艺术家们啊，大爷大叔们老叫他出去喝酒去，喝的郭麒麟有一特点，喝的特别高兴，喝到12点，你要说走，他恨不得央给你。后来这一想，他也不是爱喝酒，他爱喝酒跟你聊天儿，爱这个。郭汾阳也长大了，我们那老二，郭汾阳6岁了，又高又胖。他哥哥小时候像他这么大也没那么胖，他哥哥大概上了学之后才胖起来的啊，胖就胖吧，胖完结实。你看跟郭汾阳一块儿小孩啊，有的孩子，刮个风就感冒发烧，他这个好家伙倍儿瓷实，也挺可乐的。这长大了是好玩。有一天坐在那儿，就是也不怎么想起什么来，呀，我要去南极呀，他要去南极。坐在那儿，我要去南极啊，带着我的兄弟们去南极。因为这个前前后后有这么4、5个小朋友跟他熟的，有就是亲戚的朋友，谁家孩子跟前儿了，4、5个小子啊，这都是我的兄弟，我要带我的兄弟们去南极啊。他妈就问他，你想起什么来？你去过南极是怎么着？没有啊，我想去南极啊。你知道南极什么样？不知道啊。他妈拿手机给他搜南极图片，看看，自个儿看，这就是南极呀，这我得跟我的兄弟们说，这谁要去我大嘴巴抽的。我就在那边坐着，我听完我都乐了，这前后反差太大了好家伙，那净这个。还有一天也是牙要掉，害怕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说还得长呢，谁都得掉完长。这说天黑睡觉吧，还趴在枕头上了。你怎么趴着睡觉啊？怕牙掉肚子里头。挺可爱。郭汾阳最大的特点很善良，很善良。拿手机看着那个非洲小孩吃东西那样，半夜里哭醒了，他妈说你怎么了？就问怎么能给那个非洲小朋友送点吃的去？心重，一沾这个就受不了。小时候也是，前几年3、4岁，家里小孩去，谁孩子坐那儿哭，他也跟着哭。后来我就说你们这孩子以后别来了，这玩意儿，这随份子我们哪赔得起啊？听书是不是很开心呢？我其实特别爱说书因为打小先学的说书。我小的时候，我7、8岁那会儿，在天津那说书的老先生啊、老太太们，那都健在，天天听他们念叨说这些事儿，很愉快。有的时候跟他们上园子，他那个一般来说小书场都没多大，坐个5、60人、7、80人，就已经很不错了坐在那儿沏上茶，听他们一说，嗑着瓜子儿，有的时候在那场面桌边上。你看我那会儿听燕桂荣先生西河大鼓书，他这场面桌在这儿，观众在那儿，我有时候在他这儿坐着，弦儿边上那儿，因为什么呢？他那儿有一个墙上有一插销，我后来有一小收音机、录音机，我就是录老太太唱的，我就搁在那儿方便，
老听啊，这都是80年代了吧？那是啊，现在也没有那个环境了啊。我特别有时候睡觉的时候还容易回想那个状态，尤其冬天，书馆门口大棉门帘子撩开之后，里边大炉子，炉子上坐着水，坐着这一屋老头们，听书净老头们，就我一小孩儿啊，那屋里边聊天的、嗑瓜子儿的，坐那儿一听书。现在回头一想，恍如隔世，那个氛围、那个状态太美好了啊！现在也完了，老先生们也都去世了，再熬些年，我都快成老先生了啊！但是这门艺术很凋零，很凋零，它还不像说相声，说相声全国您甭管是真的假的哈。哎，说话得罪人啊！真的假的，疑似的，甭管是，还有点儿啊，就说书的，连假的都没有啊！因为这不好骗这玩意儿，尤其说书，你跟人5分钟就知道你是个什么啊！现在观众他都有文化，你不好弄啊！真的，有时候有看网上他们聊天也挺可乐的啊！我就认为张三先生好。我认为李四好，我认为王五好，我这正经这个没有意义。你真正经的话，要非得分谁好谁坏，你就找一个剧场，2000人剧场，这3位先生搁一块儿，一人1天卖一样的票价，对吧？谁卖满了谁就好呗。你正经这个没用，有爱孙猴有爱八戒的，可不就是这个呗啊？艺术这个东西，这个观点没有绝对的。那玩意儿你3个亿拍一电影，我就说你没有耍猴的好看。你也不能打死我呀，对吧？你再好再好，我不爱，没有意义。包括其实你干了这么多年来，越发觉得做艺其实跟观众之间是过日子。你说相声、说书、唱戏都是，观众如果爱你啊，你怎么都对。啊，你唱戏没板了、凉调了、忘词儿了，台上出错了，观众也觉得你可爱，可爱。就是啊，因为他爱的是你这个人，怎么都对了。他要是看你别扭，那你唱的跟天王老子那么好也不行，就看你恨得很，你怎么着吧？没办法，所以说有时候你看，有时候我也上网瞧瞧，人家说郭德纲唱戏这么不好啊，那么不好。其实我心态特别平衡，他也不是说我的艺术不好，他是恨我这个人。可不就是这点事儿呗？你哪怕比如他说了，他认为这个京剧大王啊，这张先生唱得好。把张先生那个艺术那个唱腔原封不动搁在我身上，他也骂街，所以他骂的不是艺术，他骂的是郭德纲这个人。那我琢磨透这个呢，我就不能生气了，那只能说咱们没有缘分啊。那好在这些年，你不管是相声、评书还是京剧的观众，恨我的观众，他也没有一个人上我们家里骂我来，是不是？我中国大剧院唱戏，你真恨我啊？到那儿去，咣咣把玻璃都砸了，上台上去哈，拿一灭火器喷我啊！那我也佩服您。你在家里骂街，我也不知你是谁，你，我想跟你道歉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你这怎么弄呢啊？消气儿吧，啊，玩点别的吧，也挺好。倒不是说要如何如何，因为打小干这行这么些年来，所谓的浪迹江湖，见的人也太多了。我们这行啊，会吃细饭，不会吃气饭，就这么简单。老先生教育我们说，就是你记住了，先学不成戏，再学气死人。你要心窄，你别干这个啊！戏班的嘴，澡堂子水。在说相声的眼里边看谁都是烙饼，在唱戏的眼里边看谁都是外行，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。说相声呢，说相声他没有唱戏挣得多呀，那过去，所以说说相声看谁都是企业家，瞧谁都琢磨我怎么能从他那儿 K 出饭来。所以说相声看谁都是烙饼，唱戏的看谁都是外行，这是实话。您唱二进宫，台上就仨人互相看对方还是外行呢。我80年代末我就唱戏，我唱了5年戏，我天天在后台，那个就见多了。反正目前为止没有谁让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的夸谁好。你要说唱戏的互相之间您真好，他有原因。第一就是
你真次。你可不了解他们啊，夸你他是知道你实在，他在心里不拿你当人。哎呀，你是真不错呀，啊，哪儿都好。他那心里骂你都骂出屎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种是这个，一种呢，他夸这个人呢，就是跟他这一支儿有关系，而且最好是已经去世的。夸一个1935年就去世的人了，这个已经约定俗成了，不会对他构成什么影响。就怕这45那46这俩人都，您放心吧，他不可能夸你好，啊，因为唱戏的要一骂起人来急了，连自个儿都骂。我太了解他们了，我在这行里，我这么些年都快待出人精来了，我都挺可乐。就见的人多了之后，你就会了解很多事儿。挺可乐，我那年给他们串戏去拍电影，拍什么戏我都忘了。山西省晋中市。去山西我还挺有感情，我祖籍是山西。明朝弘治11年，我们家打山西，移民出来，那是明朝，所以说一说上山西，我说去吧。但晋中我没去过，我印象很深。到他那村拍戏，哎呦，那个村啊，满村都是那个枣树，枣树特别好，而且秋天，那个枣熟了没人摘，掉了地上都是，你就走吧，随便采，遍地的枣，啊，印象很深啊。搁那站着人，村长来了，村长带着家里人，哎，在这儿拍戏，我们很高兴啊，也很照顾您，这个那个的。还是很喜欢您，要跟您照相。好家伙，带了好多人跟我照相，他们家亲戚，那照吧，人家是挺客气的。照完相之后，村长打开手啊，手里边拿着这么一捧红枣，也没有什么照顾您的啊，尝尝我们这儿的特产吧啊！我赶紧客气，哟，谢谢谢谢，我不要，地上有啊。满地都是。你这给我拿这几个，有时候完事也可乐啊，也可乐，倒不是说你看这个，我估计这期要播完了，一定会有人山西人骂我啊！哎呀，道歉，我错了，说的是事儿，并没有说歧视谁或者地域如何，这个就先学不生气，再学气死人。很好啊，好好听书吧，这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事情啊！当然了，我也看网上有人说不爱听郭德纲说书，那都是外行才听他啊，这没办法。我们这个做艺人的呀，我们是服务行业，说书啊、唱戏啊、说相声，服务行业，我们也没有权利去选择客户。有人来，您就是我们的主顾，尽心尽力的，按过去这行的老话来说，踏踏实实的伺候您各位就得了。说您接受不了，那是咱们缘分尽了，我伺候不了您，您听别人吧。当然你要说你又不爱听，但是你非在这屋把我这桌子也踢了，灯也砸了，你要为这挨打也活该，是吧？你也不吃辣就别吃，不吃辣，但是你非拿个棍儿。看见四川火锅店，你就过去捅人家锅去，那个人家报警弄你也是应该的啊！哎，这个一说一乐，哪有什么内行啊、外行啊，那起哄的事儿。你要不是说中医啊或者大夫，那个必须需要内行啊。这病人躺好了，做手术了啊，来大票友啊！哎呀，这回该我了。啊，别动啊！那个必须是内行，啊！你说他这个人多爱好，你也不能让他来手术。当然也分什么，你比如说有的地儿也看得出来，就有时候他们讲话说内行，吃补品的时候有分内外行，一看就看得出来是内行是外行，这个有情可原。你看内行吃这个东西跟外行区别在哪儿呢？比如说有一样燕窝，人讲话了，外行都吃燕窝，内行吃银耳。想了想有道理啊，燕窝这个东西打外边进贡来的，给皇上吃，说这东西少见。我不知您哪位好吃燕窝呀，也没什么味儿啊，没什么味儿。
估计那个年头也不像现在似的这么得法，又怕皇上不高兴啊。御医们就跟皇上说：“这东西大补，这么好，那么好，那么好，这么好，啊，吃吧。”打这儿起，哎，就把燕窝的身份抬上去了。到现在，它这个东西它也没法通过机器，通过别的呀，它一定还是燕子自己制作，它产量也上不去，是吧？你都是小燕儿跟这儿啐唾沫是吧？话说的稍微单纯了一点，但事儿是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你说也奇了怪，小燕儿吐点唾沫，你就挺爱；猪跟这儿吐唾沫，你们就不要。啊，来个猪窝，大伙儿受不了。它由于它产量低，这么多年来，它这个价它也下不来。当然，咱也不排除说燕窝里边有营养价值，这是没错的，这是肯定有的。但是内行讲话，内行说我们吃银耳，银耳的药用价值不次于燕窝呀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外行吃燕窝，内行吃银耳。外行吃人参，内行吃黄芪。人参大补，但补不好了也是事儿，就容易出事儿。黄芪呢，作用跟人参差不多，唯一区别呢，功效稍微慢一点，但是这个慢的过程好在哪儿呢？不上火。啊，你来人参哈，8斤一根，抱着咔咔一嚼，顺鼻子眼窜血。黄芪你慢慢吃啊，功效是一样的，钱不一样，它便宜啊，几十块钱。黄芪，人参呢好几千块钱，对吧？外行吃人参，内行吃黄芪，啊，还有那个啊，外行吃鹿茸，内行吃韭菜。吃韭菜一样，跟鹿茸一样补，你这个玩意儿对吧？这两者价钱就不一样啊。那听相声，外行听郭德纲啊，内行哪有内行啊？